最近他非常爱怼阿共。少康的意思就是，虽然历史哥的封面很单纯，史瓦帝尼的访问很单纯，但是你阿共好复杂啊，所以他就是借由 Harry 的嘴巴，借由骨牌理论这间所谓的独立媒体，创造对红的仇恨，其实就是在打蓝，最终影响政治议程。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国民党最近冒出了很多美国焦虑，然后以批评大陆为主。那当然这里面当中的佼佼者是谁呢？就是赵先生。他上次出了一个中共真的过头了，中共别来乱啊！赖清德原本规划今天出访友邦史瓦帝尼，其实整个事情一开始很单纯啊。史瓦帝尼是我们在非洲唯一的邦交国，总统专程直飞前往，我一开始也给予肯定，但没想到就在前一天晚上，行程临时取消，原因竟是中共出手打压，让出访的路线中有3个国家临时取消飞行同意。讲真的，我觉得这一次中共真的是过头了。结果这一篇被酸惨了，反对就对了，难道我们就不恶心吗？他擦的放你的屁啊，跟着民进党的屁啊，胡乱指控，你就拿出年近八旬老还颠，评论瞎鬼扯，甜美无下限啊，这不是我讲的。首先这一段有3个大的谬论。第一个，不管怎么样，赖清德出访史瓦帝尼，对于台湾、对于大陆、对于两岸来说，是一件很单纯的事情吗？你以为是去隔壁拿个包裹是不是？第二个，什么叫前一晚阿共出手打压？你先搞清楚是不是阿共打压嘛？根本就不是阿共打压，是当地主动不给过塞西尔、马达加斯加还有摩里西斯，本地报纸、国际媒体也报的都是什么？都是跟中国没有关系，但他们会扯说啊，那不就一个中国原则，就是跟中国有关系啊？这叫被动技能好吗，大哥？他这一篇他表面上打红啊，实际上在打蓝啊。如果今天真是阿共打压，你讲可以，但他不是啊。大家还记得以前康哥干了一个很屌的事情啊，他说阿共借选国民党党主席，有没有记得？你看中共借选真相6个月前。第3点，基于前面2点，所以阿共过头了吗？那你怎么不说赖清德过头了呢？你看最好笑的是他自己打自己的脸啊！赖清德上任后一直挑战对岸底线，这是为什么？蔡英文过去2度能出访史瓦帝尼，今天赖清德却走不出。我跟你讲，最屌是董哥啊！董哥直接讲说：连我都去过史瓦帝尼，你赖清德去不了。那当时是在4月22号，想说这事情就这样平息下去，没想到第2招，他跟这歪国的小年轻聊了很久，聊了快1个小时。这个是谁呢？我跟你讲，Domino Theory 多米诺理论，这是什么？独立媒体。资深记者，但是叫资深记者，这会不会有点不太资深啊？这个采访呢本身就是很有意思。为什么挑这个采访？这篇康学呢，一开始第一句话，国民党扭转反美印象，刻不容缓。首先，国民党反美了吗？感觉不出来。那这代表什么？贴标签。就突然说，这里我是中共借选，说我不是啊，你是？是啊，你是？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大佬，写文章的时候，第一句话就直接贴标签、戴帽子，这叫做什么分析？那如果国民党很反美的话，那请问金小刀是什么东西？美国独立媒体叫 Domino Theory 骨牌效应。资深记者 Harry 到办公室采访我们聊了快1个小时。如果说 Harry 代表部分美国国内民意，他从他设计题目的方向及访谈的字里行间都透露出国民党反美的错误标签，真的需尽快扭转。如果他只代表部分民意，那你为什么要急着回应他呢？你作为一个国民党党员，你就说没有啊，国民党反美啊，国民党没有反美啊。那我问一个问题啊，这个 Domino Theory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杂志嘛？其实它并没有说到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来给大家看一下。骨牌效应 Domino Theory 这是一家专注于台海东亚地缘政治的新兴英语独立媒体。所以有个疑问新兴英语独立媒体，那既然是新兴英语独立媒体，那何时创办？那哪来的资深记者？内容创作者的战略者分析观察家会用这家媒体的模式，会发现他们走的不是追求广泛流量的传统新闻，而是高度聚焦于高性化深脉络的精英型智库报道。核心宗旨在于台湾及东亚复杂局势转译给英语圈的决策者及观察家，不为拥有观点而道歉，强调新闻不是抽象理论，
而是影响数百万人生活实境。所以小众的独立媒体舆论杠杆能力影响主要的层面是什么？建立出口转内销的话语权。然后结果你看哦，这个事件马上被列入，这近期的操作就是非常典型的媒体战略案例。还没开始，这事情已经破案了。老实讲啊 ，AI 的意思是什么 ？AI 意思就是这东西没有太多的影响力啊。什么时候创办的？2019年7月4号在网上注册。哇，跟我们的 YT 同一天开始哎！本番組はスポンサー各社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ついに開催。歴史証書周年スペシャルイベント参加受付スタート。豪華ゲスト民意代表が多数登場。ここでしか味わえないリアル交流体験。さらに長年愛され続ける大人気グルメセットに加え、話題の新商品救急こんにゃく麺も登場。食べて楽しんで盛り上がれ。今すぐお申し込みを。会場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这算是同行冤家了是吧？所以实质上真正活跃期是什么时候？23、24、25、26。这么小间的媒体跟历史跟2019年7月4号同一天创办，那这样好了，赵大哥，你来访问我好了，有没有？绝对不会让你觉得有反美的倾向，好不好？好不好？不然我来帮你访问好了。所谓的转译者的角色，那请问有多少人看呢？你影响多少人呢？小众代表影响力有限嘛？舆论杠杆什么意思？它透过是 Domino Theory 这个媒体的报道的杠杆，还是赵少康这根杠杆？他不是看到洋人就，谁是白手套？找个洋人来讲讲话，拍张照，说他是资深记者 Harry， 那我也是资深记者 Thomas 啊。好，来，我们再问。好，对接。第一个，华府对接的是什么？哇，这世界真闭环嘞 ！George Mason University，Oh my God！ 你知道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在哪里吗？它就在华盛顿的市郊，华府的市郊，很市郊的一个地方，坐车要50分钟。你知道为什么我知道吗？因为当年我去美国交换，林北就去 George Mason 啊！我操你妈的 GMU 啊！你知道 George Mason 为什么我们会去吗？因为 George Mason 长期有台湾的线在那边，我们老师就在那边有做对接，他有一个亚太研究中心，现在不知道还没有，反正你去 George Mason 的里面就可以找得到了。而且你看哦，美国的学术机构它竟然只能影响到 George Mason。来，创意的背景 TSM 是 George Mason 的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 Sc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创办人总监由该校副教授 Michael Huzek 创立担任总监，海军陆战队军官，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不对称的 TSM 是由学生驱动的跨领域研究计划，包含10多名主修国际安全研究、具备分析韩语能力的本科生及研究生。所以呢，这个智库与其说是智库，不如说它就是一个找大学生跟研究生，而且我猜多数是硕士生，交报告、写翻译的地方，年轻的倡议平台啊，对，说在华府社群里有巨大的影响力。那请问影响力在哪里？在推特上活跃，累积了数万名追踪者。所以这两个是高强度挂在一起的哦。骨牌理论这间媒体，它的背后的支持是 TSM，TSM 用什么？学生志工与学生有学分来驱动。更夸张的是，整个团队就只有18名大学生跟研究生，而且是无给薪的志工啊！这种东西，请问它有什么可参考性？不过跟大家讲哦，美国的智库就是实际上就是长这样。虽然是学生计划，但是乔治梅森的安全与工程系相关长期接受美国国防部国家机械数百万美元的拨款啊，所以呢是间接的。新兴媒体啊，资金结构上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调，没有揭露他们的赞助者或大型投资人。好，来，它既没有广告，也没有大型投资人，也没有母公司。那我问你，他怎么活下去？他唯一产出的是新闻，太厉害了。什么意思？很简单嘛。第一个价值是这张照片，但他做这个行为，借由赵少康来引动特定利益团体的关注，那就是流量。所以他最需要的，其实还是回到讲白了 ，Joe Biden 真的是蛮凶狠的。Joe Biden 第一步就把他戳破了。Joe Biden 第一个什么？做出口转内销的话语权。特
特定的观点、议题或新闻，先透过外婆媒体或国际平台的出口，再经由国媒台引述、翻译并大量报道，最终达成影响国内舆论与政治的目的。这策略之所以有效是怎样？利用权威偏误与光环效应，许多国家阅听示众，台湾尤其明显，往往有一种外国媒体比较客观中立、具备权威性的刻板印象。一般操作，如果台湾本地某个智库、特定色彩媒体直接批评某个政客反美，该政客的阵营就可以轻松用这是国内政敌抹黑来反驳。来 ，Gemini 还是太善良了，他低估人性的丑恶。为什么？因为呢，大家思考一个问题 ，Gemini 还是预设赵少康是被迫防御，他其实很想被这样防。我就问大家，你觉得这局赵少康是被迫回答？还是主动的被迫回答？你觉得是被迫回答刷1，主动的被迫回答刷2。讲白了啊，自信一点啊，那我就不演了。我告诉你，就是主动了。我就认为他是主动了。我是觉得，其实这篇文章最大的弱点是什么？就赵少康自己用这篇文章的最大弱点是，他演都不带演了，把自己的一个赤裸的目的，在第一时间就把它给写了出来。他基本上，如果但凡他写文章，不要写的这么的刻意，都不会这么别扭。如果是我开这篇文章，我今天要创造一个扭转反美刻不容缓的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会怎么写？我会说一场尖锐、令人深刻的访谈。我先从这样去开头，然后我就会说，哇，这个 Harry 带着强烈的一个资讯。我不知道 Harry 到底代表多少美国的民意，但看起来确实美国有这样的声音出现，这就说服力就加强很多了，你知道吗？心急啦，太热切了，再搭配你前面出的那一张阿共仔阴谋啊，那几乎就让人家看破手脚。外界质疑国民党是为了让北京开心而阻挡国防预算，我直接回应，台湾的国防预算就像付给美国的保护费，但不论将预算规模提高到 GDP 3%、5%都无法与大陆相比。即使蒋介石时代都主张政治要7分政治3分军事，不能只靠军事。因此我说最重要是维持两岸和平，因为战场在台湾怎么能跟大陆硬拼？只是民进党不会希望两岸和平，会因为这会让民进党选输了选举。这个是一个非常文不对题的回答，因为你这样子回答相当于说你开了一个口，那你不就是为了政治吗？两岸都要7分政治3分军事，讲白了，那你这不就是政治吗？你这叫做 defense 吗？你这明明是怎样高举高打啊，给人杀球用的啊。其实台湾老百姓要的很简单，你7000亿的军售你不交货，你要我追加 1.25 兆，相当于是2兆的预算。台湾有多少2兆的预算？所以这个根本无关乎北京开不开心，而是关于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如何运用。试问一间商店欠人家7000亿的货，欠人家7000块的货，又要叫人家追加12500块，有哪个白痴顾客会消费？就这么简单的问题。所以国民党今天所做的是替老百姓把关，就算要交保护费，也不该是这样子巧取豪夺。结束啦，这哪里反美？台湾人，然后你最可以再补一句，台湾人一点都不反美。如果反美，那连7000亿都不会交出去。台湾人正是寄望美国可以对台湾人好一点，所以台湾人是亲美啊，妈演都不带演。为了要拉下郑丽文，到底还有多少丑恶跟丑陋的事情会发生出来呀？还有也认为我主张花那8100亿的国防特别预算，但多数予以冻结，会破乱美国与国民党之间的信任。我则耐心说明，则兼顾卢秀燕市长、朱立伦以及国民党立场的最佳方案。如果没有美国给发假书，导致预算无法解冻，是美方的责任，而不是立法院的悲歌。国民党早就提出3800亿加 N，3800亿加 N 就已经兼顾了这以上上述所有的立场了。讲的也是发假书啊！今天邱毅老师说的，为什么是8100亿？不是3800亿加 N 不是都框进来了吗？因为美国人要的是8000亿到1兆，赵少康把人家的底牌丢出来，这既讨好不到美国啊，又暴露了自己对美国的态度。我讲这个比较难听一点的，你要嘛就跪趴到底啊，你要嘛就立正站好，卡一半最是让人家着急啊！就3800亿加起来都破1兆了。台湾老百姓就已经很愤恨，你他妈破1兆都不给了，你到底想怎样？你既然要接受账面自由的访问，你就该全程打反手拍，啪啪啪啪，打到 Harry 一句话回答不出来。然后 Harry 说你为什么8100亿啊？我说8100亿很简单啦，就是3800亿到8100亿中间有重要武器，赶快开列发假书嘛。
知道美国交货有困难，但至少优先交货要先挑出来。这不是说服赵少康，这也不是说服国民党，这也不是说服立法院背不背锅，这是说服台湾老百姓，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跟美国拥有共同的价值。以百姓为本很难吗？那你就要交保护费，你也得给一点东西嘛。议价已经议成这个样子，还要不然还要怎么样？因为这个最好方案，所以不少国民党立委都同意这个版本，只是不愿意公开跟党中央作对。来，你看重点在这句话，不愿意公开跟党中央作对，什么意思？那就是说他在找大家跟党中央作对吗？所以啊，简单来说啊，立委们支持的重要原因是国民党赢得政权，但问题是，请问党中央的版本是跟立委作对吗？是跟美国作对吗？不是啊，党中央的版本是跟人民作会啊，谁跟你作对啊？那再来这莫名其妙的判断哦，立委们支持重要原因是国民党赢得政权，中间选民很重要，而多数中间选民比较亲美，加上台湾确实需要一定防卫能力，如果中共动武拿下台湾，也要付出相当代价。这是什么判断？全世界的选民都一样，连美国自己的选民都不要川普了。川普现在民意支持度同意跟不同意相差超过 15% 了。美国人自己都不要川普了。我现在从头到尾没有讲半句反美的话，我现在从头到尾没讲半句亲中的话。那我就问嘛，请问你，或者你赵少康，或者你后面所代表的所谓亲美的国民党势力，你们有哪一个可以公开 answer 历史哥的话？你公开出来呛李一修，如果你呛得动我，林北从今天开始对美国信，我改成美一修。Harry 立刻质疑我，提醒他，郑丽文在美国取得硕士学位，我跟其他很多国民党高层也是，我甚至在美商担任过亚洲区主管，因此国民党没有民进党那么亲美，但也绝对不反美。第一个，你在美国读书就不会反美嘛？美国有很多恐怖分子都是美国读书的穆斯林，他不是照样当恐怖分子？啊，你这个问题，你这回成这个样子，你就直接告诉美国人说，那你找民进党就好了，因为美国更亲美啊。我真的不能理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如果所谓的亲美是无条件变成美国的殖民地，那我就问一件事情，我就很简单，你也可以问你可以再反问他哦。如果说亲美就是无条件给美国更多保护费，然后这个武器不用给台湾，那是不是这是实质上的是一种剥削？那如果这是一种实质上的剥削，那我就问，这是美国的价值吗？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强调14点和平宣言，强调民族自决论，美国人强调的是继续创造殖民地吗？继续创造经济殖民剥削吗？创造帝国主义剥削吗？因为其实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一个概念，就是如果你陷入美国人的套路里面，就是你只有反美跟亲美，这你们总是讲民主嘛？什么是民主嘛？就是遵循老百姓的意见，不就是民主嘛？那这些问题很简单嘛，给我武器，我给你钱，然后我们就会支持你，就这么简单。崇洋媚外是贱啊，贱种才会崇洋媚外啊，就这么简单啊。自己都不想当人，讲当狗，还有什么好说的？我跟你讲，我看不起一切崇洋媚外的行径。我所谓的洋跟外啊，不只单单是指说那些兵法必严的啊什么的。我认为啦，平起平坐就好。我既不贬低你，也不高看你；我既不自卑，也不自大。就我谈到波斯的时候，波斯人认为他们的文明是从埃兰文明开始的，我尊重他们。他说他们有7500年文明，我尊重他们。从历史的脉络来看，他们确实可以这样子去称呼自己，他们不是去胡乱去随便创造这个概念，那我尊重他们。但是我也以我们自己有5000年的历史为自豪，我并不因为说我们历史少人家2500年我们就比较弱。民主的成就高低也得看今天的状况嘛。在历史上波斯人非常的辉煌跟文明，但今天的波斯确实跟当时的波斯是比不了的。但是今天中华文明的璀璨泛滥，璀璨伟大，那是举世共睹的，不卑也不亢就好了。这是孙中山讲的嘛，联合平等代有之民族嘛。所以我是无法理解啦。今天就是我就特别把这句话给讲出来，我说这叫什么？这叫国民党的美国焦虑。面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媒体，为了要做出自己的所谓的输出，竟然不惜干到这种程度。这是我感觉到很悲哀的地方。不要什么价值，人民价值，人民最大。今天大家愤恨就一件事，你股市上4万点又怎么样？你口袋东西有变多吗？大家关心什么？关心生活有没有变好？关心国家有没有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关心社会能不能继续更公平平等的发展？你把台积电送了，把印度劳工放进来了，叫我们逼我们吃发芽马铃薯。回过头来，我们讲的事情就一件事，我们回到老百姓的力量跟老百姓关心的事实就好了，没有什么很大的困难。